夫人，我准备纳妾。我要纳周氏女进门，前朝贵女，你见过的。老子跟着皇上打江山的时候，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如今封了国公了，那个侯府嫡女怎么了？哼，老韩他们家大字不识的泥腿子，都娶了伯府姑娘续弦。该来的还是来了。38岁的我，陪他吃了半辈子苦，是该享享清福了。既然大郎已经定了，那就依你。于是，在我39岁这年，我决定当个快乐的寡妇，享受美好的人生。周氏前朝贵族嫡女，皇家筵席上，她仅从段庆面前走过一眼，便惹得他失态失望，也刺痛了我的嫉恨。夫人，老子虽然封了国公，可朝堂上那些酸丁老臣总拿眼风扫我，笑我粗鄙。这周氏是前朝侯府嫡女，祖上富贵了5代，娶了她，看谁还敢说老子是泥腿子武夫！这话他憋了许久。他从泥地里爬起来，乍然富贵最怕人说他土。那周氏通身的气派，确实让我这国公夫人自惭形秽。他想把人迎进门，一来是给酸儒看，二来是急着享受。当年他兵败逃进山里，我揣着2个窝窝头走了1天1夜去寻他。等老子发达了，让你做诰命夫人。你如今可是诰命夫人，是我当朝国公的嫡妻，总该识趣点。大郎戎马半生，是该享享清福了。上个月我去镇北侯府看望昔日的好姐妹凛冽，段庆有纳妾的心思，我并不意外。跟着他打天下那帮旧友，功成名就后，哪个没纳妾？可琳琳3个月不见，竟已瘦成这样。升官发财，死原配，这就是咱们的命。当年我把头磕烂，给他求来一剂药，如今我躺在这儿，无人问津。他在妾室床上夜夜笙歌，留我这糟糠在这儿发霉发烂。那贱人进门第1天就穿了一身红。我男人说他一个孩子不懂事，你跟他计较什么？后来他天天不懂事，请安来晚了是不懂事，把我的燕窝吃了是不懂事，当着客人的面顶撞我也是不懂事。我男人只会让我脱单的。那贱人还诬陷我让她流产，可她根本就没怀孕。她陆成这个睁眼瞎子，二话不说，一巴掌就把我打倒在地。他不但骂我毒妇，还进了我的族，削了我的管家权。对门定国侯家那个母老虎，男人要纳妾，他一刀劈在门框上，满城都骂他毒妇。可他的男人现在就在他床上，我这个贤妇却被这贱人害得苟延残喘。段庆要是也动了这心思，你千万别让那些前朝贱人进门。他们摔进泥里了，逮着根稻草都要往上爬，什么手段都有，什么脸面都不要，咱们斗不过的。幸好段庆不是那样的人，你福气好。在一堆糟糠妻里，我确实是比较有福气的。新帝登大宝，大封从龙之臣，这帮大老粗们无不花花肠子四起，逛窑子喝花酒纳妾成风，唯独段庆还算老实。那口子到现在还留着。是啊，当年定国侯夫人那一刀，劈碎了狮子，也劈裂了侯爷的心肝。虽然满城都骂她是妒妇，可她的男人到底是老老实实守在了她床上。我曾听见那些人喝酒时说，我那辛继贤可是落魄官宦家的千金，那才叫体面。左相竟然把义女许给我做妾，这才是咱们勋贵该有的气派。别提家里那黄脸婆了，带出去丢人。
我已经把她送回老家了，转头就迎宗室女进门。近来，段庆看我的眼神也变了，从前是看共患难的伙伴，如今是看一件旧衣裳，还能穿，但不够鲜亮了，他想穿新的。他并不觉得那些贵女看他像看一块肥肉，他觉得那是他应得的享受。功成名就了，该享受了。至于我，对他而言，我不过是块挡路的石头罢了。大郎辛苦半辈子，是该享受了。你17从军，20余年打了100余战，如今封国公，受勋爵，别说什么侯府嫡女，就是宗室郡主你也配得。夫人，你这是同意了？我为何不同意？大郎功成名就，我在家受人尊敬，靠的是谁？还不是大郎拿命换来的。他出征我缝寒衣，他受伤我熬草药。婆婆瘫了3年，我端屎端尿没让她操过1天心。夫人，你放心，我就算娶100个贵女，你也是大夫，谁也越不过你去。大郎认我的好就行。认，必须认。那我也跟大郎讨个定心丸。长子成业19了，跟着你在军营历练了3年，我想请封他为世子。应该的，我明儿就上书。还有一件事，请大郎喝了这碗药。这是什么？蕨子汤。你疯了！余额，你当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这种阴损东西，你敢往老子跟前递？大郎急什么？这药是给周氏准备的，还是给你准备的，全看你怎么想。大郎，你听我说完。那周氏今年才18，曾经的侯府嫡女，金尊玉贵养出来的。你自个儿摸着良心问问，这样的人嫁给你做妾，图你什么？图你年纪大，还是图你这身杀伐留下的糙脾气？老子是国公。是了，他图的是你的爵位，你的权势，更是想拿你段家的根基去补他们周家的窟窿。可大郎，你这爵位是死人堆里刨出来的，是拿命换来的，传给谁得你说了算，还是得他们周家说了算？你喝下这碗药，往后周氏进门，就算磨破了肚皮也生不下孩子，他就动不了那些歪心思。等他发现生不了闹起来，你尽管往我身上推，就说是我这个杜父干的。到那时，你干干净净，全是我的错，你依旧是疼惜美人的好夫君。可大郎，你反过来想想，若周氏进门，投胎就给你生了个儿子，他会怎么想？他那种金枝玉叶长大的性子，当真甘心一辈子做妾？他敢？他凭什么不敢？他有了儿子，就会想凭什么他的儿子不能袭爵？凭什么他的骨肉要生生低成业一头？到了那时候，吹枕头风的是他，掉眼泪的是他，在背后算计你长子的也是他。到时候他闹，他娘家跟着闹，弹劾你的折子能把皇上的御书房给堆满。御史们最爱参这种宠妾灭妻的戏码，到时候皇上当众骂你，连个家务事都理不清楚。大郎，你这张老脸往哪儿搁？这帮酸文人最是阴魂不散。你打了一辈子仗，刀光剑影里闯出来的名声，难道临老了还要整天跟一群娘们斗这些乌七八糟的心眼？咱们的儿子成业如今在军中历练，正是要立威的时候。承平书读得好，眼看就要下场试才，那是咱们段家的文脉。大郎，你总不希望因为这么个进门享福的玩意儿，就把2个儿子的前程给搭进去吧？那些前朝遗老可都等着看咱们这种泥腿子勋贵的笑话呢。你说的对，老子横刀离马一辈子，凭什么老了还要被那帮前朝的算计？想让他们周家的外孙袭我段庆的爵位，
做梦去吧！大郎英明，这国公府到底还是咱们的一家人的。是了，咱们的3个孩儿当初年纪那么小就跟着你东征西讨，成业在死人堆里爬过，成平在马背上颠簸，小闺女更是跟着我受尽了颠沛流离。大郎，这国公府的荣华，若是不能让咱们自个儿的亲儿女安稳享用，那咱们这半辈子拼命又是为了谁？还是夫人想的周到。哪些没良心的玩意儿，功成名就就想换了家里的主子，那是自掘坟墓。你放心，我段庆绝不会学别人宠妾灭妻，夫人且信我，这副的塌不下来。我一直都知道，大郎是重情义的好汉，绝非鲁城那等忘恩负义之人。鬼头鬼脑的，说什么呢？知道了，下去吧。大郎，镇北侯府那边刚传来的消息，琳琳没了。老鲁那人也是，脾气上来了是拦不住。那是脾气吗？鲁城那是把琳琳往死里逼。琳琳当初陪他一个泥瓦匠受了多少罪，雪地里磕烂了头给他求药，可他呢，赢了那文官千金进门才半年，就把琳琳搓磨得人不人鬼不鬼。我昨日离开镇北侯府时，他已是气若游丝，可鲁城那个畜生，今日人还没断气，竟已筹备着要娶那贵女为正妻了。听说那边正大宴宾客，意气风发，而琳琳留下的那一双儿女，此时正跪在新夫人脚底下磕头认亲呢。行了行了，那是老鲁家的家务事，我都说了，我跟他不一样。那张脸已不再是当年那个清澈少年的模样，20载风霜让他的皮肉变得枯燥黝黑，他的眸子浑浊不堪，充满了欲望。看我的眼神里藏着怎么也掩饰不住的漫不经心和一闪而逝的嫌弃。我的大郎从来不会让我失望的，对吗？这世道也真是不讲理，那些朝中自诩清流的文官们，可以转头，不还是屁颠滴的把自家的闺女义女往大郎你这儿送？哼，这帮酸丁腐儒，嘴上还不是看中老子手里的兵权和这国公的爵位，送上门的肉，老子不吃白不吃。是，大郎是英雄，他们那是八戒。我瞧着大郎眼底这股子难得的温柔，想必也是真心连心的周氏。不如这样，我也帮大郎合计合计，周氏什么时候进门最体面？夫人有主意。等成业受封世子的旨意下来后，再让他进门如何？名分定稳了，家里也消停。夫人真是识大体。有时候我真有些羡慕他，18岁正是一朵花的年纪，一进门就想尽这国公府的泼天富贵，不像我陪大郎吃了半生的苦，操碎了心，才换来今天这个位子。大郎还记得吗？这双手伺候过你那瘫在床上3年的老娘，端屎端尿没让你操过半斗心。当初你被围在瓦子坡，我这双手是从死人堆里把你刨出来的。为了你，这双手裁过寒衣，包扎过深可见骨的伤口，浆洗过成山的脏衣服，还握过刀，拿过斧头跟流寇拼命。如今好不容易天下太平了，我就成了人老珠黄的糟糠。夫人，别说了，我心里都记着。不过人比人气死人，谁叫我比他先出生20年呢？我现在就去书房，把请封世子的折子写了。以前他眼中都是我，如今那是演都演不出来的嫌弃。他20岁从军，拼到40岁，好不容易从泥地里爬出来，成了人上人。可他骨子里还是那个被地主呼来唤去的放牛娃，见了前朝贵女就恨不得把这身泥腿子的皮剥了贴上。父亲以前不这样的，所以这样的人只能共患难，不能共富贵。程烨，去把家里的账本全都拿来。娘，您这是要干什么？从明天开始，家里的田产、铺子、庄子，所有产业你都要学着管。可爹他不会同意的，他一向把钱财看得很重。他会给的。他刚喝了那碗药，心里那点愧疚还没散，此时不把家底捏过来，等周氏那个贵女进了门，我们就成了案板上的肉了。往后他想纳多少贵女都由他去，反正生不出孩子，闹不起来。娘，您是怕？哼，怕什么？男人都不怕被冠上忘恩负义的名声，咱们女人又何惧区区杜父的凶名？去办吧。针脚还是当年的针脚，
人已经不是当年的人了。38岁，身子骨硬朗，大儿可倚靠，二儿读书好，小闺女乖巧，我不差什么。从今往后，我要为自己活。周姨娘，敬茶要稳，这可是规矩。周姨娘这眼睛倒是比这茶烟还要烫人几分。怎么，周姨娘进门第一天似乎就不太服气？夫人误会了，妾身能进国姑府服侍国公爷，是几世修来的福气，高兴都来不及，怎敢不服气？是吗？我还以为是因为程烨这孩子册封世子的旨意早了几天，挡了某些人还没影的念想，让你心里不痛快了。夫人，今日是大喜的日子，程烨封了世子，家里又添了人，你见好就收，别总拿着身份在这戳人心窝子。好了，瞧把你吓的，刚才不过是看你生的俏，逗你玩呢。周姨娘，咱们关起门来叙叙家常。我家国公爷今年已是40有3，战场上拼出来的杀才，又是个大老粗。你呢，正值29年华，又是金尊玉贵养大的千金贵女，我倒真是不明白了，你这样的人为何甘愿给国公爷做妾？是真心爱慕我家大郎这身老皮肉，还是单纯贪图这国公府的富贵？是啊，这年纪都能当爹了。妾身自是真心爱慕国公爷的英雄气概，至于富贵，周家从前也是见过的，妾身并不在意。英雄气概，老子杀人的时候他还没桌子高。她这种娇滴滴的贵女，真能爱慕我这身臭汗。既然是真心爱慕大郎，那我这做正妻的也放心了。大郎，你看周姨娘多懂事。既然是夫人赏识，那是她的福气。王嬷嬷，把我准备的那对镯子拿来。这是给你的赏赐。周姨娘既然不在乎富贵，想必也不会嫌弃这对镯子分量轻。大郎，你说对吧？国公爷，妾身这几日总觉得心神不宁，怕是想家想得紧了。想家那还不简单，明日老子推了营里的差事，亲自陪你回趟州府。这国公爷身居高位，公务繁忙，且妾身只是个姨娘，按规矩哪有主子爷陪姨娘回娘家的道理？夫人若是知道了，夫人那是识大体的。再说了，你是什么身份？你是前朝侯府的嫡女，跟着老子这大老粗是委屈了你。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我说去的就去的。国公爷疼惜是妾身的福气，妾身不求别的，只求能日日这样守着国公爷，为您排忧解难。夫人，这周姨娘院子里的开销实在是太惊人了，这一盅光是胭脂水粉和实心绸缎就值了3000两银子，这已经快赶上您的月例了。急什么？国公爷稀罕那等温柔体贴的贵气，咱们做下人的不能扫了他的兴。可是这么个花法，国公爷若是怪罪下来，他怎么会怪罪？他现在正觉得这是他应得的享受，不仅不能减，还得再添些。周姨娘住的院子那些陈设旧了，去库房里把那对南珠珊瑚盆景搬过去，再传话下去，周姨娘身边伺候的人阅历统统翻倍。夫人，这不是纵着他吗？你不懂，这等刮骨钢刀得用金屑细细磨着才够锋利。李玉娥，你安的什么心？你是嫌老子丢人丢的不够吗？堂堂国公府，你给妾室送这种烂大街的破烂货，你是想让全京城的人都笑话我段青是个扣搜的守财奴吗？大郎，你如今管这些叫破烂货？难不成还是宝贝？这种成色扔在路边都没人捡。你忘了，你全忘了。
这对镯子是当年你刚当上总旗的时候，领了人生头一笔赏钱，跑了半个圣体买给我的。这些年来，我从村里到军营，从死人堆到国公府，我一直戴在身上，哪怕金漆磨了、磕坏了，我都没离过手。于我而言，这对镯子比这府里任何一件珍品都要贵重万倍。是妾身的不是，妾身真的不知道这对镯子有这般来历。夫人与国公爷是共患难的夫妻，这份情谊自然是妾身无可撼动的，是妾身眼拙了。可是国公爷，您跟着皇上打江山时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那必定是您一生中最黑暗、最惨烈的岁月。寻常人躲避还来不及，谁愿意日日被人提起那些食不果腹的寒碜日子？夫人这般念旧固然是好，可您又何必总拿这些东西勾起国公爷的伤心往事呢？您是在心疼那点情分，还是在提醒国公爷他曾经有多落魄、多卑微？周氏说的对，李玉娥，你总拿以前那些烂芝麻陈谷子的事儿说事，不就是想显摆你的功劳，好让我日日对你心存愧疚吗？以前是以前，现在老子是当朝国公，那些丢人的往事，以后不要再提了，免得坏了周氏的兴致。你敢打我？国公爷在上，你竟敢当众行凶！周氏，你们周家一朝落难，我原还觉得你们这帮前朝文真可怜，今日才知，你们落得家破人亡的下场，一点都不冤。李玉娥，你发什么疯？夫人此言何意？他说你那段日子黑暗，说不该再提。大郎，你摸摸你心口那道疤，那段日子是谁陪你闯的？是我，是你口中这个没见识的黄脸婆。刀山我陪你闯，火海我陪你烫的。你快死的时候，是我把老命豁出去换回了你。怎么，如今你功成名就了，我陪你拿命换来的泼天富贵，在你眼里就成了黑暗，成了伤心事和不该再提的晦气了。那我问你，若皇上也这么想呢？大郎，你总嫌我这种乡下妇人拿以前的苦日子烦你，可你动动脑子想想，皇上现在坐拥天下，日日看着你们这帮钱底里出来的旧臣，你们一个个大字不识，行为粗鄙，动不动就在御前显摆当年一起挨过刀流过血的日子。你说，皇上是不是也觉得烦？是不是也觉得那是他这辈子最想抹掉的黑暗岁月、伤心往事？是不是也觉得你们这些老哥们不该再提那些寒碜事儿？这，皇上圣才，岂是你一个妇道人家能揣测的？还用揣测吗？你瞧瞧那些侥幸活下来的前朝旧臣，人家斯文儒雅，进退得宜，在皇上面前从不提半个苦字。他们日日陪着皇上谈诗论画，温言软语，哄得皇上开怀大笑。天长日久，皇上看你们这帮只会大嗓门喊叫的粗人，是不是会越来越不顺眼？大郎，你嫌我提旧事让你心里愧疚，让你觉得丢了你国公爷的面子。可你有没有想过，这周氏为何非要让你厌弃旧事？他不是心疼你，他是想要你的命，他这是在想方设法把你的根给挖了。我的根？你的根是什么？是从龙之功，是26年陪着皇上出生入死的血路，那是皇上欠你们的情分，是你们在这京城立身的唯一本钱。把这些都挖了，把这些情分都丢了，你断情还剩什么？一个大字不识、粗鄙不堪的大老粗罢了。到时候皇上要撤你的爵，摘你的头，你连个求情的旧账都翻不出来。大郎，你好好想想，真到了皇上厌了旧情的那一天，谁能在那儿陪皇上谈诗论画？是周家人。谁能出口成章哄皇上宽心？是这些周家女。你断庆呢？你会什么？他恨的根本不是我这个正妻，他恨的是你们这帮泥腿子。要不是你们跟着皇上造反杀进京城，他还是高高在上的侯府嫡女，还是锦绣堆里出来的金枝玉叶。可如今呢，他得跪在你这个大字不识的大老粗面前伺候，还得百般讨好你这身臭汉。换作是你，你心里能服？他动不了你的爵位，就动你的脑子。他让你厌弃糟糠，就是让你自断左膀右臂；他让你忘本，就是让你在皇上面前失了根本；他让你和那帮老兄弟离心，就是让你自毁长城。等你们一个个都成了孤家寡人，他们周家就该顺理成章的回来了。你血口喷人！妾身对国公爷是一片赤诚，你这毒妇竟敢如此栽赃！我血口喷人？周氏，
你对着这满厅的先祖牌位发誓，你心里当真没有半分怨恨？你夜里伺候他这个粗人的时候，你心里当真没想过凭什么这3个字？国公爷，您别听他，妾身没有，妾身冤。我这双在死人堆里刨食，在瓦子坡杀过敌的手，力气大得很。国公爷，妾身冤枉了，妾身生是国公爷的人，死是国公爷的鬼。夫人这是要生生逼死妾身，好断了您的念想啊！大郎，你还在心疼他？你忘了，当年皇上在瓦子坡被重兵围困，是你带着兄弟们杀进去的，整整300人，在那泥地里死战了3天3夜，最后活下来的只有你们47个。那时候皇上抓着你的手，他说这辈子都忘不了你们这帮兄弟的恩情，那是命换来的情分。可你看看如今，那些前朝的酸丁日日陪着皇上吟诗作对，满嘴的斯文雅语。天长日久，等皇上听惯了那些温言软语，再看见你们这帮只会大嗓门喊叫的粗人，大郎，你说皇上会不会也觉得那段日子太黑暗太丢人，成了不该再提的忌讳？鸟尽弓仓，兔死狗烹，这话你跟着皇上打天下总该听过。皇上圣明，若真有那么一天，皇上也觉得你们这帮挡眼的老臣碍眼了，想换一批斯文利索的人伺候了，大郎，到那时你寒不寒心？你将心比心，我李玉娥陪你吃了26年苦，刀山火海我没喊过一句疼。如今你为了这么个居心叵测、想挖你根基的玩意儿，就要来戳我的心，大郎，你于心何忍？够了！滚！给老子滚回你的院子去！没我的话，谁也不许放他出来！再敢多说一个字，老子当场拐了你！夫人，这些是咱家所有的库房钥匙，还有皇上新赏下来的绸缎金银，连外头的田场地契我也全搬来了。往后这些全都归你管，府里上下你说了算，老子一个钱子都不碰。周嬷嬷，清点一下，入库落锁。是，老奴定会一分一厘都对得清清楚楚。大郎，你要纳妾我让你纳了，你要享受我也让你享了，但你给我记着一条，别动我的根。夫人这说的什么话？这府里谁敢动你的根？我的根是陪你26年苦日子熬出来的，是陪着你从瓦子坡杀出来的血路，那是咱孩子安身立命的根本。谁要是想挖我的根，想在这家里反客为主，我就跟谁拼命。懂了懂了，夫人放心，老子虽然是个大老粗，但绝非那种宠妾灭妻的畜生，谁敢动你，老子第一个劈了他。夫人且信我这一次。我自知如今人老珠黄粗鄙不堪，自不会去学那些娇嫩的新人争风吃醋。你若是真怕被天下读书人耻笑戳你的脊梁骨，怕带我出去丢了你国公爷的面子，你大可写封休书休了我这个糟糠妻，大大方方娶你心仪的贵女进门当正室。万万使不得，老子哪能干出这种遭雷劈的事儿？夫人放心，这种话以后断断不能再提了。夫人，国公爷刚才那副样子，看着倒是真心悔过的。以后只要咱们常提当年的苦劳，想必他也不敢再被那小蹄子勾了去。悔过？嬷嬷，你记住了，男人在愧疚之下的保证是最做不得数的。那咱们更得提当年的事儿，让他记着您的恩情啊。提不得了。周氏虽然是个祸害，但有一句话说得对，那些苦日子以后不该再提了。为何？那可是您的功勋啊！因为我只是个粗鄙的糟糠妻，我没有花容月貌，也没有年轻鲜嫩的身体，我已经不配再对他忆苦思甜了。什么？国公爷昨儿夜里到底还是去了周姨娘那儿？是，听守爷的婆子说，国公爷本来在书房歇下的，可夜深人静的时候，到底还是没忍住，钻了周姨娘的被窝，折腾了大半夜呢。前几日还鼓咒发誓说不宠妾灭妻，这才几天，到底还是架不住那股子下半身的思念，真是没出息。男人嘛，随他去，越是沉溺才越好办。妾身给夫人请安。昨儿国公爷在那儿睡得沉，非要妾身多陪一刻，这才来晚了。夫人不会怪罪吧？周姨娘这请安的姿态，倒是比前2日精神了不少啊。嬷嬷说笑了，
妾身只是怕国公爷思虑过重，尽力伺候罢了。大郎身体好，你能伺候周全是你的本事。夫人的意思是……不过我瞧着你这请安的步子都虚了，想必是累着了。既然周姨娘辛苦，我也该心疼心疼大郎。这是杨氏，这是皇氏。周姨娘，她们跟你一样，曾经也都是名门望族的贵女，如今家逢大难，被碾落在泥里，没个依仗。夫人，这是要给国公爷纳新人。国公爷素来心善，最是怜惜你们这些孤苦无依的娇弱女子，我便主张将她们带入了府中，以后你们3个便是姐妹了。杨氏、皇氏还不给周姐姐敬茶？见过周姐姐。周姨娘，以后你们要务必好生相处。周姐姐，往后咱们姐妹同在府中伺候国公爷，还请周姐姐多多提携。早就听闻周姐姐出身高门，气度不凡，今日一见，果真让妹妹们自惭形秽。夫人真是好手段，这一出手就是2位贵女。周姨娘这话差了，她们2人出身也是极好的。杨氏出身官宦之家，虽是庶女，但也是书香门第出来的。皇氏更不必说，前朝宗室之后，论起血脉，怕是比周姨娘还要糟贵几叠。夫人，这2位虽然身世是真的，可到底是在那种地方待过的。万一国公爷知道了他们在烟花之地学的那身狐妹子功夫，知道又如何？杨氏几岁就被卖了，那是家里供不起官身，无奈为之。皇氏更是国破家亡，被迫流落风尘。他们的身份我已经粉饰过了，只要我不开口，他们就是遭难的贵女。老奴只是瞧着他们装得太像了。刚才那一举一动，连老奴都以为是哪家王府里出了钱的千金，可一转头那媚眼如丝的劲儿，真是庄长女士、柔媚女士端庄之极。若没这身绝技，没这身能歌善舞的绝活，怎么帮大郎消磨那些黑暗岁月？怎么去对付周氏这种自诩清高的？周氏现在满心思都扑在如何守住国公爷的宠身上，你看他还有没有功夫来跟我打擂台？他现在恨不得把这2位咬碎了吞下去呢，哪还顾得上咱们？等他在这2个竞争者面前咬碎了银牙，他就会明白这国公府的后院到底是谁说了算。国公夫人，您瞧瞧这套，这是小店刚出的香白宝点翠头面，用的是南洋的珍珠，极品的红蓝宝石。这点翠的羽毛可是寻了上百只翠鸟才凑齐的，全京城统共就这么一套。夫人，这套头面就要上千两银子，再加上刚才订的那些，不错，包起来，连同刚才看中的那3对赤金掐丝手镯，还有那几只蕾丝串珠钗，全都要了。去结账。夫人，您今儿真是让老奴看傻了眼。您以前是最节省不过的，可自从那3位姨娘进门后，府里的银子花得跟流水似的。不仅是脂粉首饰，您连成交的庄子、经理的都做到好几处。您再这么花下去，不仅库房要见底，咱们下个月怕是真要喝西北风了。嬷嬷，你错了，这些银子我不花，有的是人抢着替我花。夫人的意思是，那3位姨娘哪个不是吃人不吐骨头的主？他们抢了我的男人，占了我的名分，现在正变着法的花着本该属于我和孩子们的身家银子。他们住在我的宅子里，花着我攒下的家底。将来甚至还想着登堂入室，抢占我这正室的位置，欺负我的亲骨肉。既然这钱最后都要落在他们手里，那我为何不先一步前程吗？我就不心疼。只要是将来便宜了那帮我明贱人，倒不如现在让自己过得奢侈些。嬷嬷，你说我又何必再省？夫人说的对，是老奴糊涂了，咱们凭什么省给他们花？这只凤餐，本夫人看中了。哟，我倒是谁？原来是荣国公夫人。这凤钗颜色太正，怕是会压了夫人的老气。这头面我买了，夫人另买别的吧，挑个素净些的。才趁您的年纪，你不过是个妾室，竟敢抢国公夫人的东西！妾室又如何？镇国侯心疼我，我就算要天上的星星，他也给的。你买了？你敢打我！你个乡下婆娘！打的就是你！你一个给人做妾的贱婢，也敢在本夫人面前狂！我是侯爷的人，你给镇国侯做妾，使尽下作手段斗死了原配，便以为能高枕无忧了？云氏，我告诉你，这便是你张狂的报应！你以为这凤钗能遮住你一身的奴才气？给人做妾做得很舒服是吧？你别忘了，你爹也是读圣贤书出来的文官，你瞧瞧你现在的样子，天下文人的脸面都让你给丢尽了。不怪我瞧不上那帮所谓的文臣，口口声声礼义廉耻，背地里却教出你这种不要脸的东西。今天说这个公爵粗鄙，明天骂那个侯爷是暴发户，可转头呢，还不是屁颠滴的把自个儿的亲闺女义女往人家床上送？送进来还不算完，还得教唆女儿斗原配整嫡子。云氏，你当初进镇国侯府的时候，你爹没少教你这些宅斗的阴招吧？
那野心昭然若揭，真当我们这些人是死的不成？李玉娥，你是冷会新教训的人，我爹再怎么说也是正经文官，我这叫天命所归。天命？鲁成那庶子位极人臣后就开始嫌弃自己一身的泥垢味，以为娶了你这种文官千金就能洗干净身上的粗鄙，他那是做梦。你运气倒是不错，新夫人前脚刚进门，你后脚就弄了个护国寺圆通大师的望夫评语。鲁成生平最是迷信，被你哄得一愣一愣的，竟真把你这贱妾抬举得跟新夫人平起平坐了。你这黄脸婆有什么？你只会让他想起以前那些吃土的日子。拿着个望夫的破符咒，真以为自己长了翅膀能飞上天了？如今还敢把威风使到本夫人面前，你算个什么东西？云氏，你那望夫的把戏，骗骗鲁成那个满脑子江水的蠢货还行，你以为那位出身名门的新夫人也是傻子？你想跟他平起平坐，那是做梦。你胡说什么？李氏，给老子滚出来！你算个什么东西？敢当众长野老子的爱妾！云氏在老子府里，老子连一根手指头都舍不得动她。这婆娘好大的狗胆！老鲁，消消气，这是怎么话说的？自家兄弟，千万消消气，消你娘的气！段庆，你看看你养的好婆娘，她在大街上把云氏打成了什么样？老鲁，这真是误会。贱内是个乡下出来的，粗鄙凶悍，那脾气上来了，老子也管不住。你又不是不知道，他这种泼妇见识短。你看在哥哥我的面上，饶他这回，回头我一定狠狠收拾他。饶？段庆，你到底还是不是个带种的男人？自己家婆娘在外头撒野，你管不住啊？行，那老子今天就亲自替你管管。行了，老鲁，给我个面子，等回头关起门来，我一定狠狠收拾他，给你那宝贝云氏出气。段庆啊，段庆，当年咱们在瓦子坡一块砍人的时候，你可不是这副怂德行。怎么着？如今封了国公，做了高位，连裤裆里那玩意儿都跟着一起封没了。起开！就这，一把年纪了，还学人家戴这么艳的头面，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你这张老皮老脸，配吗？老段，要我说，你就该把这煞风景的婆娘给休了。回头兄弟给你介绍几个真正的高门贵女，你是不知道，那些千金小姐，个个年轻水灵，带出去那是体面不丢人。怎么舍不得？你还真把这个乡下婆娘当成宝了？咱们这帮老兄弟，谁不是换了几盘新鲜货？就你天天守着这块老干姜，你不嫌寒碜，老子看着都替你寒碜。行了，老段儿，看在咱们多年交情的份上，今天这事儿，老子就不亲自屈尊动手了，你自己来。怎么？老段，老子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今天这婆娘要是不见血，老子这口气就得记在你头上。你自己掂量掂量，咱们这兄弟还做不做了？谁惹了鲁成，他必定咬回去。以前他对待同僚妻妾还有几分人味，如今位极人臣，这疯狗本性是彻底露出来了。败家玩意儿！你个不开眼的败家玩意儿！老鲁家的人也是你能随便动的？平日里老子纵的你没了规矩，今日这点小教训是给你长点记性。哈哈哈，早该这样，省得以后给老子招灾惹祸。父亲，父亲开恩，求父亲开恩。母亲虽有万般不是，可她陪您战场杀敌，操持家业20载，您这一巴掌已经打得她满脸是血，再打下去，母亲就没命了。程烨，退下，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娘，
镇国侯，是妾身错了，妾身一时糊涂，冲撞了您的爱妾，妾身以后再也不敢了。求您看在已故琳琳夫人的份上，饶妾身这一回。娘，你何至于此？行吧，看在世侄这副孝心可嘉的份上，老子今天就大发慈悲，饶你娘这回。你瞧瞧咱们这一众老兄弟，哪个不是功成名就后换妻纳妾？也就你福气好，遇上个心软的老段，还肯留着你这张碍眼的黄脸。你非但不惜福，还敢跳出来咬人，简直是找死！走，回府陪云氏去。哈哈哈。夫人，你没事吧？刚才我也是被逼急了。你躲什么？你还有理了？今天这事儿说到底还不是你惹出来的！你平白无故去招惹云氏做什么？你知不知鲁城有多宝贝他？满京城谁不知道那云氏是公认的旺夫命？老鲁最是迷信那个，他能不跟人拼命吗？大郎，你记清楚自己的身份。你什么意思？你堂堂当朝国公一品爵位，他鲁城不过是个侯爵，你竟然能任由他一个侯爵骑到你这个国公头上撒野？那是老鲁，咱们是兄弟。兄弟？你为了让他消气，当着满府下人的面亲自动手打自己的原配发妻，段庆，你觉得这很光彩吗？你觉得自己现在的样子像个国公吗？他分明是没把你这个荣国公放在眼里，他在踩你的脸，你却还在这里怪我招惹了他的妾。你懂个屁！鲁城就是条疯狗，发起来谁也拦不住，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打你那是为了救你，我那是留了力道吗？当天我要是不消气，还不知道闹出多大的风波，到时候连我都保不住你。保不住我，还是保不住你的爵位？行了，别跟我扯这些没用的，回你自己屋待着去，赶紧把脸治治，别在这儿给我丢人现眼了。娘，程烨，娘，儿子在。我要鲁城死，我不只要他死，还要让他身败名裂，让他从云端跌进泥里，我要让他从天堂彻底坠入地狱。娘，儿子听您的。我想鲁城死已经不是1天2天了。琳琳咽气那天，我握着他那只只剩骨头的手，他让我一定要好好活着，可最后他死死盯着我，只说了2个字：报仇。父亲那天为了鲁城打您那一巴掌，咱们全家都没了颜面。那一巴掌是最后一根稻草。鲁城这条疯狗仗着从龙之高草菅人命，宠妾灭妻，这京城上下谁不恨他？可皇上怕落下卸磨杀驴的骂名，一直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娘的意思是，咱们要借文官的手？单凭咱们武将吵闹没用，得加上那些御史的力量。他们在鲁城眼皮下活的一把火，他就能把鲁城的天给捅破了。儿子明白，一定办妥。那些御史大人们口口声声为了大义，一天到晚弹劾我父亲行为粗鄙，可真正该死的镇国侯宠妾灭妻，逼死发妻，他们当成哑巴了。就是鲁城的宠妾云氏仗着身份横行霸道，原配夫人才死几天，他就大宴宾客。这些言官莫不是怕了那蛮横的武夫？夫人，二公子这一骂，那些爱名声如命的御史们怕是坐不住了。他们最怕别人说他们畏惧强权。这火已经烧起来了。接下来，我要进宫去见皇后。听说了吗？昨儿皇上又歇在云妃那儿了。那云妃肚子里还怀着龙种，气焰嚣张得很。咱们娘娘是陪着皇上马背上颠过来的，受了多少苦，如今倒让这些后来人占了便宜。娘娘，求娘娘给臣妾做主，给那些死的不明不白的老姐妹们做主啊！李氏，你起来说话。在这后宫，本宫听惯了那些年轻宠妃的娇嗔，倒是许久没听见这么实诚的哭声了。臣妾是哭琳琳，哭她临死前那双只剩骨头的手。娘娘，您可还记得当年在军营里，琳琳帮您扛过粮草，替您熬过草药，她那是拿命在守着咱们。可如今呢？那些原配救人、病故的、送回老家的，莫名其妙就没了的，他们的孩子本该金尊玉贵，如今却备受冷落，被那些小妾生的庶子践踏。陆城那个畜生，竟当众为了个贱妾殴打臣妾，他这是在打咱们这些原配发妻的脸啊！琳琳那丫头，本宫没忘，你想怎么做？臣妾要让鲁城以宠妾灭妻的罪名夺爵毁券，让他彻底翻不了身。李氏，这个罪名钉不死他。鲁城的从龙之功是实打实的，
那是跟着皇上拿命拼出来的江山。皇上当年压了他的爵位，本就对他有愧。这些年的放纵，其实都是补偿。娘娘，您想过没有，那些文官为什么削尖了脑袋，也要拼命把女儿往咱们这帮粗鄙武将家里送？明着是嫁女做妾，暗里呢？娘娘您瞧，鲁成纳了那文官千金后，御史台弹劾他的折子少了多少？那些硬着脖子没纳妾的，哪天不被这帮酸丁参得狗血淋头？我家段庆为什么纳周氏？不就是被弹劾怕了，想求个清静吗？武将的根是什么？是从龙之功，是20多年出生入死积攒下的兵权。文官们要把这根给挖了，换上他们的人，留着他们的血脉，等这帮开国勋贵都成了文官的女婿妾妇。娘娘，这朝堂上的武将往后还听谁的？可若有一天，这帮武将的心都不在皇上这儿了呢？或者说，等这一辈功臣全都没了，新任的公侯伯爵们可全是那些文官的血脉了。你想让本宫做什么？等御史台弹劾鲁成的折子够了，请娘娘亲自上书。本宫后宫干政是大忌，您是皇后，更是陪着皇上吃尽苦头的原配。您替鲁成的原配夫人叫屈，就是替天下所有受苦受难的原配叫屈。皇上听了，愧的不只是鲁成，更是他自己。娘娘，后宫那些仗着恩宠不知天高地厚的宠妃，也该有人敲打敲打了。您这口气忍了这么多年，也该出了。等鲁成倒了，那些忘本的男人睡觉都得睁一只眼。二位大人，这大半夜的上什么折子啊？咱们侯爷说了，手太长的人通常命不长。你们是郑国侯的人，简直无法无天！老夫受承平公子感召，定要感召你去阴曹地府吧！打！欺人太甚！鲁成那蛮夫竟敢公然拦截殴打朝廷言官！主公此辽，宠妾灭妻，逼死发妻在先，纵奴行凶在后。若不除此贼，我等言官颜面何在？朝廷法纪何在？草民状告亲生父亲郑国侯鲁成与宠妾云氏合谋，逼死我等嫡母，人证物证俱在，求青天大老爷为我母亲伸冤。侯爷，皇上让您闭门思过，外头那2位公子还跪在府衙呢。怕个鸟！法不责众，满京城的武将哪个不纳妾？老张老段他们谁没换妾？皇上对老子有愧，这爵位他不敢动，那些酸丁也就叫得还，谁能奈我何？可怜那鲁夫人，随夫征战半生，竟被一纸望夫符逼得魂断深闺。郑国侯此等行径，与禽兽何和？郑国侯没心肠，打死发妻娶胡娘，天睁眼鼓声响，疯狗迟早没下场。那帮子只会摇笔杆子的酸丁，他们就是见不得咱们武将得好。老子们当年在死人堆里爬，脑袋别在裤腰盖上打天下的时候，那帮嘴子躲在后方吟诗作对。现在老子享了几天清福，他们就眼红了，就想要咱们的命了。你鲁叔叔小时候还抱过你骑马，你忘了？你个没良心的玩意儿，你这是忘恩负义。他抱过我骑马又如何？前几日他带人打上门来，当着满府下人的面逼你殴打我娘，你这是要反了天了！父亲，乳母之仇不共戴天。身为义府丈夫，不思为我娘做主，此等卖妻求荣的行径又有多高尚？高尚？你们懂个屁！鲁成那是条疯狗，他是杀过人见个红的。我不打你娘，如何消得了他的气？鲁成那脾气发起来，老子都未必拦得住。他要是发起疯来，我们段家都得给他陪葬。你以为我这个家主当得很容易吗？啊，程平，你根本不知道鲁成的手段有多安飒。现在他只是被困在府里闭门思过。要是让他知道是你这个毛头小子在背后串通那些御史，你觉得他能放过你？他能放过咱们段家？若是鲁成那个疯狗当真杀上门来，咱们就直接告诉他，就说这一切都是你这个荣国公一家之主亲口授意2个孩子去干的。蠢妇，简直是愚妇！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这是要把老子往火坑里推！你既然如此坑我，那鲁成若是知道是我授意的，他现在就能提刀砍了我。所以，为了防止鲁成事后报复，大郎，你现在只有一条路，即刻上书，痛斥鲁成心怀愿望，对圣上的赏术不满，且早有异心。不仅如此，
还要把这些年他干的安杂事统统捅上去。证人呢？这种杀头的罪名，没证人就是诬告。证人，原镇国侯夫人琳琳，也就是我的好姐妹。她临终前的遗言够不够？你这是要彻底弄死老鲁？咱们可是过命的交情，你这是要他的命啊！过命的交情，从他活活逼死琳琳那天起，我就已经想要他的命了。他鲁成算个什么东西？为了一个前朝的贱妾，竟敢打上门来当众羞辱我！那一巴掌，还有琳琳的一条命，我无时无刻不在想该怎么弄死他。你，李玉娥，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睚眦必报？你以前明明……人都是会变的，大郎。狠毒，大郎，你不也变了吗？自从封了这国公，你就变得目中无人，在这京城里吆五喝六，甚至左拥右抱。我如今好歹也是这府里的国公夫人，自然也该学着你的样，高高在上，六亲不认。谁挡了我的道，就该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才是。国公爷，笔墨伺候，赶紧写吧。这可是老鲁。鲁成必须死，一则为了报他上门羞辱你妻儿的大仇，你难道忘了那日在正厅你是怎么卑躬屈膝，甚至动手打我的？写了这封折子，也可以掩盖你是孬种的事实。你胡说什么？难道不是吗？到时候你只管对外宣称鲁成欺人太甚，为了个贱妾，竟敢逼你动手殴打亲生妻儿。你要让天下人都知道，他鲁成是个何等丧心病狂的混人，而你一直对他多有忍让，结果他却真把你这个国公爷当成了可以随意拿捏的病猫。还有三则，鲁成一倒，他手里捏着的那些兵权，总得有个能让皇上放心的人去接吧？你是说，这折子前面告他有异心，后面又求圣上开恩，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吗？大郎，你只管写，圣上那是何等样人，他自有定夺。圣上万一觉得老子是在耍弄他，夫人，你以前可没这么多弯弯绕，这真能成？放心，不但要写，咱们还要让全京城人都知道你为儿写。你要让世人知道，是个原配同意二字，才不得不对昔日刨眉动刀。读书人最看重发妻的情谊。母亲说的极是，只要这护妻的名声传出去，那些往日看不起咱们的文官，定会对您高看一眼。儿子在书院听同窗们议论，大家最敬重的便是重情重义之人。这折子一递，父亲便是这京城勋贵里的一股清流。好，写。来人，把折子即刻送进宫。你们瞧瞧，段庆这粗人倒是个难得的重情义之辈。看来鲁成确实是欺人太甚，逼得老实人都急眼了，竟闹到了朕这里。荣国公此举虽有僭越，却尽显大夫之夫的担当，实属不易。夫人，你不知道，今天那帮老家伙看我的眼神都不一样了。那天是我不对，我不该打你。周嬷嬷，把靴子给他脱了。恶心死了！有些刀非得借别人的手才杀得干净。文官嫁女，武将忘本，这天下究竟是谁的天下？百家奉一公。是。陛下还记得当年在军营，琳琳如何顶着风雪给全军扛粮草吗？她被活活搓磨致死时，那双手只剩下了骨头。臣妾今日不为自己，只为天下受苦的原配，向陛下讨一个公道。夫人，天大的消息！早朝刚传出来的圣旨，镇国侯鲁成被夺爵毁劝，贬为庶民，永不叙用。还有那云氏，圣上下旨直接乱棍打死，连带着那些同样宠妾灭妻的勋贵们全被严厉申诫，罚俸3年，还被逼着要给发妻守孝1年呢。夫人，琳琳夫人在天之灵总算能瞑目了，鲁成倒了，那个畜生终于倒了。我听见了，
夫人，您这是怎么了？陆城身败名裂，云氏也没了命，您怎么一点都不高兴？高兴什么？陆城倒了呀！咱们筹谋了这么多日子，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嬷嬷，你说这圣旨传到书房，段庆此刻在想什么？夫人，这几日朝中风声紧得很，老鲁家被抄那天，我这心口就一直跳。这不，我推了所有的酒局，天天准时来你屋里点卯，连那几个院子的门我都没带斜眼看的。国公爷是该老实点儿，皇上的圣旨刚杀完鸡，你这只猴子若还想蹦跶，怕是这爵位也烫手。站住，往哪儿走？自然是回房睡觉啊。去睡外间罗汉床。夫人，我都表现得这么老实了，你还让我睡冷板凳？夫人以前从不嫌我的。以前是以前，近日我请了几位举人进府给承平授课，偶尔也随听了几句。看着那些莘莘弟子，内敛儒雅，温文俊逸，人家谈吐有物，出口成章，我瞧着只觉整个人都年轻了不少。再看看你，夫人，你竟然能说出如此多成语。莘莘什么学子？我爹好歹也是个秀才，祖上更是出过进士的。我随你做了26年粗人，那是为了和你一起活下去，但不代表我耕读之家的传承就断了。我竟不知你还有这等学问。这些年来，我随你南征北战，生儿育女，侍奉公婆，稳定后方，但我从未放下过书本。如今我已经是当朝一品国公夫人，若还像当年那个乡下婆娘一样大字不识，岂不是给国公爷丢脸？我自然要与时俱进。玉娥，我以前真是一叶障天了。我忽然发现你这身打扮，那股子气派，真的一点都不比那些前朝贵妇差。人靠衣装，我穿的体面，总不能给国公爷丢脸，让人笑话荣国公府没规矩。玉娥，咱们老夫老妻的，你这是做什么？我发现你最近对我实在是淡了许多。这话国公爷倒是说反了，该我说才是。自打那周氏进了门，国公爷待我早已不若从前。怎么，如今您倒嫌弃我淡了？玉娥，打从在乡下老家起，你就一直叫我大郎的，什么时候起竟变得如此生分，连声大郎都不愿换了？人总是会变的。国公爷既然想要体面，那这言行举止也该克制了。往后在这正院，吃饭不许发出声响，喝茶不许弄出动静，更不许在大庭广众之下毫无形象的剔牙抠脚。站要有站相，坐也要有坐相。玉娥，我这规矩也守了，做也做得直了。你看，玉娥妹妹，诰命有了，富贵也有了，可你那声玉娥，我这辈子都不想再应了。老段，陆城可是第一个被夺爵毁劝的，皇上这明摆着是要卸磨杀驴了。今天是他陆城，明天是不是就轮到他们哥几个了？你说，咱们现在该怎么办？这圣心难测，老鲁他确实是……皇上还没下旨把诸位怎样呢？诸位国公侯爷们，怎么就先慌成这副德行了？当年你们在酒桌上嫌弃自家糟糠妻带不出去，嫌他们丢人现眼的时候，可曾想过他们在屋里发霉发烂是什么心情？如今报应临头了，倒想起咱们来了。老段，你还是不是个大老爷们儿？就这么纵容一个妇道人家对咱们这些开国功臣指手画脚？咱们商量的是掉脑袋的大事，什么时候轮到个娘们儿插嘴了？我说老周，你娶那贵女进门的时候，可是生生逼死了我那嫡亲的嫂子。如今嫂子坟头的草都长高了，你还不许人在背后说句公道话？老周，逼死原配也就算了，那孩子好歹是你亲骨肉，心腹刚进门你就火急火燎把孩子送回老家，可不是嘛？结果呢，回老家没2个月就没了，说是水土不服。这种话发给3岁小孩听，小孩都不信。那孩子打小被他亲娘给宠坏了，到了老家管教不住，那是他自己的命。老周，你先别管他的命了，我且问你，你最近是不是常觉得腰酸背痛，夜里盗汗，总觉得力不从心？你怎么知道？这人老了，征战多年落下的病根，正常。是啊，生老病死谁也逃不过。好在你的心腹肚子争气，
如今替你生了个宝贝嫡子，你想想，等你哪天两眼一闭，你那娇滴滴的心系就是大燕朝最年轻、最有钱的国夫人，而你那个刚落地的幼子，就是全大燕最小、最容易摆布的国公爷。到那时，这爵位和家产，最后落入谁家姓氏之手？老周这老小子，看来是被人算计绝后了。诸位在战场上对敌人的一举一动比谁都敏感，可回了自家宅子，怎么一个个都成了瞎子聋子？老周，你辛苦了大半辈子，提着脑袋拼来的荣华富贵，到头来竟是为人作嫁，这就是你喜新厌旧的报应。刘侯，你即使进门才3年吧，原配留下的2个嫡子，一个落水没了，一个摔马折了，你当真觉得那是意外？你李氏，你少在这妖言惑众！刘侯，这么大火气做什么？难道是被妾身说中了痛处？你最近是不是也常觉得腰酸背痛、夜尿频多、精神不济？甚至连你引以为傲的那张玄铁长弓，如今都有些拉不开了。你怎么会知道？我没记错的话，您那位刚进门3年的继室是前翰林家的小姐。巧的是，她有个远房亲戚，便是这京城杏林界赫赫有名的女大夫，专在各家内宅行走。赵侯，哎，行了行了，我的好嫂子，您别说了，求你快闭嘴吧！我回去就查，我今儿个回去就把那院子里里外外翻个底朝天。诸位，茶凉了，妾身就不多陪了。夫人，您今儿这一席话，怕是要让这京城翻天了。36个人，他们的原配夫人我全都认识，除了早逝的几位，还活着的诰命夫人，一个巴掌数得过来。夫人，累了吧？快坐，这垫子我让人新换的，软和。夫人，您吩咐熬的汤好了。夫人，这闻着药味挺重，喝的是什么宝贝汤？养生汤。你才38，正当年的岁数，养什么生啊？这大好日子才刚开始呢。当年随你南征北战，在死人堆里爬，在雪地里睡，落下不少病根。如今这大好日子是来了，我是该好生调养了，不然我要是早死了，便会有别的年轻女人挺着腰杆住进我的正房，摘我的桃子，花我的银子。最要紧的是，他们还会欺负我的孩子。夫人这话说的多虑了，我段庆岂是那等嫌弃糟糠之人？咱们可是过命的交情。我就算死，也绝不会让那些贱人踩着我的尸骨坐享其成。大郎，你记住了，我一定会活到99，熬死你们这些忘恩负义之人。夫人，我可没有宠妾灭妻。夫人，我也只是随口一说，我段庆真的没有宠妾灭妻的心思，你得信我啊。是我的错，我混账，我不是人，我不该被那些前朝贵女迷了眼。夫人，你等着，我马上去把周氏他们统统赶出府去。回来。大郎，你当我是那等善妒、容不下人的长舌妇吗？你提着脑袋辛苦了大半辈子，如今封了国公，享受几个千娇百媚的女人，怎么了？那也是他们前世修来的福气。夫人，你不怪我了，但你给我记牢了一点，管家大权、家中产业，还有你这拿命换来的国公府爵位，必须留给我的孩子，这是底线，谁敢碰，我就跟谁玩命。那是自然，我可不是老周那个糊涂穷，辛苦了大半辈子，临了竟然给别人家的种做了嫁衣。夫人放心，咱们的儿子才是唯一的种。你得明白，这季氏进门，骨子里必生野心。你这国公府的爵位，在别人眼里是块肥肉，谁不想上来啃一口？只要有了孩子，他定会想方设法排除异己，对付咱们的原配骨肉，然后取而代之。周虎的儿子怎么死的？刘威的孩子是怎么没的？
你亲眼见的，难道还不够触目惊心？就问国公爷，你怕不怕？怕，我当然怕。老子拼出来的荣华，绝不能落到外星人手里。还是夫人厉害，一眼就看穿了那些前朝毒妇的伎俩。若是没你提醒，老子怕是也要栽在那温柔乡里了。夫人，那个周氏，他平时对你可还算安分？安分？大郎，你动脑子想想，她堂堂前朝侯府嫡女，那是锦绣窝里长大的，如今一朝落难，只能给你这个大字不识几个、满身臭汗的大老粗做妾。你以为她心里当真甘心吗？应该不至于吧？我看她最近在我面前挺温顺安分的。大郎既然觉得安分，那就当她安分吧。色字头上一把刀，大郎，老祖宗造字的时候，大概早就料到你这种人的下场了。李玉娥，你瞧瞧你干的好事！老鲁他疯了，他现在提着刀在外面劈咱们的大门呢。终于来了。你还有心思喝茶？你知不知道那鲁城带了多少人？带了多少？180个，全是他以前打仗时带出来的签兵，个个是不要命的亡命徒。他这是要抄了咱们段家呀！够了。你去哪儿？点兵。你疯了！外面那是鲁城，他就算没了爵位，也是以前的镇国侯。你敢带着府兵去当街杀他？这要是传到御前，咱们全家都要掉脑袋。打蛇不死，必受其害。我正愁找不到彻底铲除他的借口，他倒自己送上门来了。这种后患绝不能留到明天。那也不能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事儿闹大了，皇上也保不住咱们。所以，今天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我李玉娥一个人干的。你什么意思？与你荣国公断庆无关。从现在起，你立刻回屋躺着装病。装病？对，装得快要断气才好。国公府现在全由我这妇道人家打理，外边发生的一切你概不知情。事后问起来，你就说我这糟糠妻受了气发了疯，把一切都推到我身上。大郎，快去吧，回你那暖和的被窝躺着，让周氏在那儿好生服侍你。最好装得像些，就算外头闹翻了天，你也得稳住了，千万别被人发现你在装假，听懂了吗？那你自己小心。国公爷也真是，这都什么时候了，竟只想着自个儿躲清静，让夫人您去顶风冒雨。他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御差行军打仗这种真刀真枪的，他是个汉子，可一旦遇上人情世故、推脱麻烦，他就只会当缩头乌龟，钻到女人背后。以前我还恨他不争气，如今看来倒是件幸事。没了他在这儿碍手碍脚、左右摇摆，这公府里的500府兵才真正能为我所用。段庆，你个没良心的王八羔子，给老子滚出来！段庆，当年老子在瓦子棚救你的命，你现在就这么坑老子？滚出来受死！段庆，你总算是你这个婆娘！段庆呢？让那个缩头乌龟出来见我！段家没有国公，只有一个被你气病在床的苦主。庶民鲁城私带兵刃，公然围攻国公府，此乃以下犯上，按律当诛。给我杀！斩其一臂者，赏银1000两。段庆，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缩头乌龟！老子当年在瓦子坡救你狗命，你今天就让个娘们出来杀老子，你还要不要脸？段庆呢？他有胆子在背后捅老子冷刀子，就没胆子出来见老子一面。鲁城，你逼死琳琳那日，可曾想过会有今天？是你，原来是你这个贱人在背后搞鬼！琳琳当年为了你，不惜与母家决裂，陪你闯刀山下火海，你功成名就了，她却半点福气没想到，被你这个畜生生生作践致死。她出殡那天，我最后一次问你，让你好生照管她的2个孩子，你当时是怎么打我的？
那个扫把星生了2个种也是丧门星。云氏不是忘你吗？那前朝贵女不是你的护身符吗？怎么现在不忘了？这简直是……卑职参见荣国公夫人。夫人，这镇国侯不，这鲁成他……鲁成4代死士围攻公府，欲行不轨。我身为公府主母，为保公爵性命，不得不出此下策。统领大人，人就在那儿，带走吧。是，夫人说的是。如今谁不知道公府上下全赖夫人撑着？卑职这就带人去向皇上回话。夫人，皇上圣旨刚下，赦了鲁成命太医救治。这皇上还是念着旧情的，咱们是不是闹得太过了？皇上自然仁慈，他是天子，得全了千里救臣的名声。我不急，去太医院下帖子，请最好的内科圣手，就说国公爷被鲁成惊了魂，旧疾复发，请圣手务必来一趟，给国公爷好好治病。是。夫人，你先出去，我有话跟国公爷说。是。大郎，吓着了吧？夫人，外面那卢成，他真的……他已经废了。这碗是安神的药，你喝了，好生躺着。一会儿太医要进府问诊，你记住了，装得越像越好，千万别露了馅儿。这，万一被发现……20多年来，家里哪桩大事不是我替你拿主意？你只管喝药睡觉，剩下的我来。睡吧。太医，你一定要救救我家公少，他这身子都是当年跟着皇上打天下时落下的旧伤，那时粮草不足，衣衫单薄，他带着伤在冰天雪地里闯过来，仗着年轻硬扛，谁能想……国公爷这是经年累月的暗疾，再加上近日似乎受了极大的惊吓。惊吓？那是想要他的命啊！今早国公爷本还强撑着想进宫，谁知鲁成那个匹夫竟提着刀直接杀上门来，在门口叫嚣辱骂。国公爷最是重情义的人，眼见昔日战友如此相逼，又急又气，当场就呕出血倒了下去。急火攻心，引动救急，老臣先开个吊命的方子，国公夫人切记，断不可再让国公爷受气了。多谢太医，嬷嬷去拿2封厚厚的红封谢过太医。是。盯着点儿，这方子照抓，药渣倒在后花园。我去换身衣服，进宫。罪妾李氏参见皇上。鲁成带人冲撞国公府，国公爷旧疾发作，当场气得命悬一线。臣妾一介妇人，在难能保住国公爷相交的时刻，慌乱无助，臣妾罪该万死，求皇上看在国公爷大义出生入死20载，满身伤斑的份上，治臣妾一个人的罪，别怪罪段家。皇上，那鲁成实在是欺人太甚。当日他为了个不知羞耻的贱妾，就敢打上公府门来，指着国公爷的鼻子逼他休了臣妾。臣妾念在昔日同胞之情，忍了。可他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在国公爷病重卧床、气息永远的时候，再次提刀杀上门来。难道我等陪着男人从泥泞里爬出来，吃尽了半辈子苦的糟糠妻，就只配跟着男人吃苦，不配在太平盛世享几天清福吗？今日臣妾若不反抗，鲁成的刀就要落在冰榻上的国公爷头上了，孰可忍，孰不可忍？起来吧，老段能有今日，你这个贤内助功不可没。鲁成自来张狂，自以为有几分功劳便能凌驾于法纪之上，他今日之祸，也是他咎由自取。琳琳，你看到了吗？天平斜了。皇上口谕，念荣国公段庆功勋卓著，特赐万年人参2株，御用补品4箱，另派太医入府常驻调理。周嬷嬷，嫂子，您可算回来了。我刚才还在跟老李念叨，嫂子这一趟进宫辛苦，咱们兄弟心里都记挂着呢。是啊，弟妹，段大哥吉人天相，又有你这么一位护肤新奇的贤内助，定能逢凶化吉。劳烦各位跑一趟。大郎现在还昏沉着，太医说受不得惊扰。咱们知道，咱们做做就走。其实咱们刚才也去瞧过老鲁了。嫂子，你是不知那惨状，鲁成那右胳膊那是生生断了，整个都没了，
身上大大小的伤口数不过来。太医虽然保住了他一条命，但估摸着时日也不长了。最惨的是他那续娶的贵女夫人，见他失了势又成了残废，连面都没露。今早直接托人送了份和离书，带着嫁妆回娘家去了。听说他那些亲信钱兵也跑了个干净，卢府门可罗雀，就剩俩孩子在那儿哭。怎么，赵侯觉得他可怜，活该？这就是他当初逼着老段当众羞辱我，要绝我sinh路的下场。对，嫂子说的对，那鲁成实在是太狂妄了，他这就是咎由自取，半点不值得同情。那是，咱们当初就看不惯他那副狂样，嫂子这是替天行道。夫人，您瞧瞧这些人，刚才走的时候，一个个跟咱们道谢，那姿态摆得芥低，现在外头都传开了，说您是巾帼不让须眉，护肤重情，这名声算是彻底立住了。护肤重情，鲁成活该。是啊，那时候他们都笑话夫人粗鄙，比不得贵女斯文。当初鲁成休了发妻娶那文官贵女时，他们一个个在席间喝酒，那垂涎3尺8节羡慕的嘴脸，嬷嬷你忘了，我可没忘。谁会记得那些呢？从前他们只觉得原配是多余的旧衣裳，又土又旧，恨不得早点扔了。他们现在怕我，不是因为我重情义，是因为他们终于知道了，把糟糠妻逼急了，也是要人性命的。国公爷，该喝药了，这是妾身盯着火候熬了2个时辰的。周姨娘倒是勤快，这寸步不离的，倒是省了丫鬟们的活儿。国公爷，妾身害怕。夫人看妾身的眼神，就像是要生吞活剥了妾身似的，妾身真的不敢待下去了。玉娥，我这病来得蹊跷，太医换了3茬，药吃了1箩包，怎么反倒更重了？你跟我交个实底，这病是不是？周嬷嬷，大郎先别急着问病，你且看看你这位放在心尖尖上的善解人意的可心人，进门才半年，到底从咱们这国姑府的库房里支走了多少好东西？镂空赤金首饰，前朝羊脂玉笔伞，御赐的云锦贡豆，西域进贡的南珠，整整341件珍玩。大郎，这8折的册子都快记不下了。这些东西，大郎，珍玩不过是死物，这第2本才是掏空咱们国公府底子的真金白银。这是他这半年从账房吃取的现银。刚进门时，他还顾忌脸面，10两20两的试探。后来见你宠得没边，便是100两1000两的往外挪。你自己看看，合共多少？3万7千两，还不算他私下收的礼，3万7千两。大郎，你带兵多年，心里该有数。这笔钱足够在京郊买战马、打甲胄，养出一支能冲锋陷阵的司军了。周氏这搬运的速度，平均1天2件，不愧是前朝侯府精心栽培出的嫡女。这残尸狼寒的手段，郑国侯家那个只会撒泼的云氏跟他一比，简直是3岁稚童。哟，周姨娘这是怎么了？身子不适？瞧这反应，莫不是有孕了？夫人好眼力，妾身这2日确实总是呕吐，嬷嬷瞧了，说妾身这大抵是有喜了。妾身本想等坐稳了胎再禀告，怕惹了夫人心烦，这才一直隐忍着。国公爷，妾身总算能为你。你贱人！乱棍打死！给老子把这个贱人拖出去，活活乱棍打死！国公爷，妾身怀了您的骨肉啊！骨肉？你拿着老子的家底去贴补那些前朝余孽，还想让老子留着你的孽种？那是您的亲骨肉，为什么要这么对妾身？你这是在挖老子的后路！你这是在偷我的家！周氏至死都不明白，为什么有喜换来的是杀身之祸。她那些姐妹也不懂，这群从尸山血海里爬出来的男人，最恨的不是偷钱，是偷家。在他们眼里，这和敌军细作掏空粮草、挖断后路是一回事。国公爷，周家抄完了。
东西呢？银子呢？只找回来一小半，剩下的呢？剩下的早被周家那帮混账通过地下钱庄散出去了，追不回来。国公爷，卑职跟着您出生入死20年，咱们什么时候吃过这种亏？从来都是咱们抄别人的家，没想到到头来竟让一个女人把咱们段家的老底给抄了。大郎，快来人！夫人，出大事了！辅国公府那边，周虎将军彻底疯了。哦，怎么个疯法？前2日，周将军听了些风言风语，说他那新夫人在原配和嫡子的死上动了手脚。他回去后竟发了狠，把新夫人身边的婆子丫鬟全都抓进了地牢。那地牢里惨叫了1宿，在重刑之下，那些人为了求死，别说杀人，就是说天上的星星是他们射下来的，他们也认了。我当初不过见他过得太滋润，随口胡诌了几句挑唆，没想到他倒当真了。更要命的是，这一审竟一语成谶，那新夫人心狠手辣，还真在周将军的补药里下了毒。虽然剂量轻微，却是想让他慢慢病死。周将军带兵闯进内室要杀妻时，他那刚学会走路的小儿子跪在地上抱住他的腿，哭着喊爹爹不要杀娘亲。那个在战场上义父当官的招虎，当场就把长刀给扔了，坐在血泊里嚎啕大哭。如今整个人疯癫癫，连家门都不敢出了。大郎，你听听，这就是你那些生死兄弟的下场。刘威侯爵那儿也没好到哪儿去，虽然没查出投毒，但他那季氏把侯府的财产大箱的往娘家搬，现银全抵被养成了死账。刘猴子抱着他的腿喊爹时，刘侯把自己关在书房3天3夜，出来的时候那头黑发竟然全白了，老了20岁不止。周虎和刘威的原配当年跟着男人东征西讨，吃尽了这世上所有的苦，可等你们功成名就，他们却落得个死无全尸，生生为那些贵女娇娥做了嫁衣。他们那些可怜的孩子，如今病的病，没的没，剩下的也全都被那些贱人给养歪了。大郎，这就是你们忘恩负义的报应。大郎，刚才嬷嬷说的话，你都听见了。周虎疯了，刘威废了，这就是咱们这些老兄弟的下场。琳琳也是，他若在天有灵，看到这些忘恩负义的东西一个个遭了报应，不知该如何悔恨当年拉了鲁城一把。大郎，你是不是也觉得皇上罚鲁城罚得太重了？宠妾灭妻固然有罪，但也不至于夺爵毁券。你以为皇上当真是为了一个死去的妇人出气？你错了，宠妾灭妻只是个由头。皇上真正要鲁成命的，是他与前朝士大夫联姻。皇上是怎么坐上那把龙椅的？他是被那群高高在上的文官逼得活不下去，才带着你们造的反。皇上好不容易把那群士大夫踩进泥里，你们倒好，刚享了几天清福，就上赶着去接纳前朝贵女，想把这根基再连回去。大郎，你说皇上心里能不忌惮？他能容得了你们这帮老臣怀有异心？那周氏虽不是前朝名门，只是个被牵连的普通勋贵。大郎，你宠他入骨的时候，可曾想过我？你又可曾记得我的父母，也就是你的岳父岳母，到底是怎么没的？周氏的父亲前朝定西侯，当年为了一点私利，在这京城里欺男霸女，他为了强占那块地，生生逼死了你岳父满门。你想起来了？而你，我26年的丈夫，竟然把杀我父母的仇人之女欢天喜地地迎进府里做心奸宠。你不仅要我忍，还要逼着我贤惠大度，逼着我善待他。大郎，安心走吧。这荣公府的富贵你受了，威风你也占了。事到如今，你的使命已经完成了。我跟着你吃了一辈子的苦，担惊受怕了半辈子，也该轮到我享享清福了。你走后，这府里再也没有男人在上头管着我，再也没有所谓的夫纲压着我。大郎，你再想想，往后再也不会有人指着我的鼻子骂我黄脸婆，再也不会有人嫌弃我这双粗手丢了你的脸面。这样的日子，光是想想都觉得美妙无比。你放心，我都算计好了，皇上也会因为你的英年早逝而倍感惋惜，进而会更加善待我们这对孤儿寡母。毕竟这世上只有死了的功臣才最能让帝王放心。大郎，自你封爵那天起，我就一直在为你筹谋，想方设法要让你体体面面的活到老。我一心一意为你着想，可你呢？
你却处处拿那起子贱人来剜我的心。不过这样也好，早点死，早点得个体面。说起来，我还是要多谢你，你这一走，我总算能安安心心的享清福了。我今年才39岁，身子骨也还算硬朗。若是哪天无聊了，看中了哪个年轻俊俏的小官，大可以照进府里来。大郎，瞧我这记性，还有件要紧事忘了告诉你。当初在正房，你为了哄我，当面喝下的那碗药，其实并非什么蕨子汤，那里面掺的不过是些分量极准的朱砂。朱砂那东西量放的不大，是断断要不了你的命的，充其量也就让你身子骨虚一些，在那周氏身上力不从心一些罢了。大郎，真正送你上道的是后来这几个月我亲自盯着嬷嬷给你熬的那一碗碗加了量的养生汤，每一勺都是我为你精心挑选的归宿。你是不是觉得我很毒？大郎，你可知我父母双亡后，我那唯一的亲小妹是怎么没的？当初她被周家掳去，在那阴冷的地牢里被生生煎致死。她断气的时候，肚子里已经有了3个月的身孕。她求着那些人放过孩子，可那些畜生，你最宠爱的周氏，当时不过是个8岁的小姑娘。她就那样坐在高台上，一边吃着精巧的甜点，一边冷看着我小妹痛苦哀嚎而死。这口气，你总算咽下去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荣国公段庆功勋卓著，体恤其忠勇，特准其长子段成业荣公爵位，才学斐然，准其参加离年恩科，另赐金银珠宝6箱，以慰英魂。臣等叩谢隆恩。皇上对老段家真是恩宠有加呀！可不是，这全虚全伪活下来的老臣，就属段家体面。夫人，2个公子都出息了，外头都在传说您福气好。福气？身为开国功臣，想在皇上面前保住最后的体面，最好的法子就是死得及时。我绞尽脑汁保他的体面，他非要在那温柔样里合流。既然他不懂，我只能成全他，一劳永逸。诸位大人，老段没了，我一个网居妇人，以后也不方便再与各位爷面谈了。不过，我这荣国公府的大门，随时为诸位夫人敞开着。没人说话，但我知道他们听懂了。从前我们聚在一起，只能哭男人变心，哭命苦，孩子可怜。往后聚在一起，可以做点别的了。嬷嬷，回屋，我要去享受我美美的寡妇生活了。